从小生长在台湾，看住台北101直上云霄，甚至能在国际晶片市场呼风唤雨。你能想象吗？台湾这座晶片王国100年前却是无数人拿命去赌的蛮荒之地。是什么让台湾从生存变成了卓越？答案只有2个字：任性。6死3留1回头，不是谚语，这是当年的死亡率。面对的是黑水沟的惊涛骇浪。民国初年，祖辈们搭简陋的木船，一个信念：与其在家乡饿死，不如去台湾赌命。海上颠簸危险，先民以性命与命运之神对赌，将一切希望托付给妈祖保佑。徐雪娘在家乡看不到光明前途。清朝道光年间，寡母携子渡海来台找出路。她的第4代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在民国6年1月诞生了。是什么力量让台湾从活下去变成了世界第一？你听过经营之神王永庆，但你知道造就神的人是谁吗？如果您听过王瞻阳夫人的故事，就能深刻体会国运来自国民的韧性。你能想象吗？她生了8个孩子，每一次都是自己剪脐带，没有医生，没有坐月子。孩子刚落地，她就转身下田工作，因为她知道手一停，全家就要挨饿。她就是王瞻阳夫人，王永庆的母亲。父亲王长庚身染重病，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王瞻阳肩上。生完孩子就转身下田，因为全家10几口人等住吃饭。王永庆曾撰文回忆，母亲除了张罗3餐，还要种菜、挑茶、卖茶，甚至连吃饭都是全家吃完以后才以菜屑残汤果腹，生活极其困顿。王瞻阳生了8个孩子，因贫困被迫送养3个女儿，这是他一生的痛。后来王永庆努力工作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把妹妹们赎回来，让他们风风光光地从王家出嫁。那个年代的童养媳不是媳妇，是求生的手段。小小年纪被送作堆，不是父母狠心，是穷到没办法。他们的童年没有洋娃娃，只有做不完的家务和流不完的眼泪。10岁大的长女就要背着弟弟，或是现世小男孩，以后是丈夫，下田种菜，尿湿了让风吹一吹。重点是菜要种的活，才有的吃。当时小孩夭折率高达15%到20%，传染病与环境是最大因素。那个年代的女人背住孩子煮饭、做家务，天还没亮就起床，煮饭、喂猪、洗衣、挑水。女人的坚韧撑起了半个家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都是劳力提供者。没有机械生产，一切靠双手。一代传一代，女人的天职是生小孩。在那个全靠人力的年代，多子、多孙、多富贵。男丁代表一个家族的生产力。民国10年，一场无情的台风瞬间吞噬了所有的稻田，那是台湾男人最无助的时刻。看住一整年的心血泡在水里，这些平时流血不流泪的汉子，只能趴在牛背上嚎啕大哭。务农的先民每天天还没亮就牵牛下田，日头赤炎炎，汗如雨下，农夫还是要一步步往前犁田。从115年前的赤脚耕田到今天的晶片王国，国运不是求来的，是用一双双长满厚茧的手硬生生把路走出来的。从8岁到80岁都有劳力活，没出海打鱼的中老年人，日复一日用手工捕鱼网，忍受海风一再刺痛脸庞。大门不用上锁，用台语说，生吃都不够，哪还有剩？意思是没东西可偷。没有医疗，全靠村里的草药商独自上山采药炼丹。没有交通工具，依靠送药商不畏风雨在乡间奔走，随身携带胃肠药、黑甘仔等。没有自来水，要到井边挑水才有水喝，天天一趟趟来回，肩膀淤青是常态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究竟什么时候能够锦衣还乡，一家团圆？没有邮局一字字写下对家乡思念的书信，是无法送达的信件。没有身心照顾，只求活下去就很不容易。感恩有庙宇以及神明，安慰无数的台湾的善男信女。没有机会学习不识字的父母，仰赖布袋戏演出七侠五义。
传承文化教育给下一代。这种没有资格喊痛的坚毅，是台塑企业创办人王永庆、王永在以及企业的精神领袖。王夫人享年108岁，为纪念伟大的母亲，兄弟成立王瞻耀会福利慈善基金会，帮助弱势族群。每次看祖先的故事，都会给我力量。甘愿做，欢喜受，是认命，也是强大的力量，这就是韧性。没有您，就没有今天的台湾。我是陈怡倩，非常感谢为台湾扎根的所有先民们。